Hello，大家新年好呀！那我今年过年呢，非常幸运啊，找星途借到了这一台瑶光 CDM， 全程陪着我啊，走亲访友，返乡返程。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检验一下这台车它的油耗是不是像星途说的那么低啊。那星途官方也是很大方的要求我们，你如实的展示，不管测出来多高的油耗都没问题。那先说一下这台车我们拿车的时候的一个基本情况啊。我同事去拿车的时候呢，这个小计里程是个位数啊，接近0的，因为这台车是刚出厂的新车啊，非常少见。那这台车它的油箱呢也是为空的状态，只有电池是有30%的这个电量，那折算一下大概也就是20公里左右的纯电续航吧。那这样一台车呢，我拿到之后呢，先是加了200块钱油啊，年前当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用车，然后呢，我拿到手之后呢，把它加满，加了470块钱的油，然后加满之后呢，是作为这个返乡用车，正好做一个长测。那现在它的小计续航里程呢是1204公里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它的这个剩余的油箱的续航是167公里，还有15%的电量。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算一下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总共是加了200加上470的这个油量啊，670块钱的油。那我换算了一下啊，大概按照我们加油的时候7块7毛8的这个油量，大概是86升的这个样子啊，86升油。那86升油现在是1204公里。加上167公里的剩余续航里程，也就是1371公里。我们算出来它的平均100公里油耗是6.28升啊。我知道看到这个油耗，你可能会觉得，这样2800轴距的这样的 SUV，是不是还挺不错的？但实际上，如果你知道我全程的这个路况，还有这个整个使用情况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优秀，而不仅仅是不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那这台车它现在的胎压呢是在2.9左右。胎压2.9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我们跑1公里的表显啊，实际上它可能跑了不止1公里啊，因为这个胎压比较足的话，这个轮圈比较大嘛。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路况，那我这次跑呢是完全没有省着去跑，除了全程开这个 Eco 模式之外，空调也没有省，然后音响也照常开，然后车子的这个载重情况呢，基本上是前后都是满载，然后车后备箱还放满了这个我们回去的时候的行李，以及回来的时候的这个老家的这一些特产啊什么的。另外呢，我们全程的路况，高速跑过，国道跑过，省道也跑过啊，包括像一些这个比如说山路啊，那时速方面啊也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返乡的时候还相对而言能够稳定在一个时速，但是呢我也没有省着去跑，我是跑到了120。那返程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应该都和我一样，都是堵着回来的，走走停停，这个也是非常耗油的。所以总体来看，我们这次能够跑出6.3不到的这样的成绩啊，我觉得还是非常超出我预期的。我觉得这台车也证明了它这个混动系统在不充电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成绩。如果是一台纯燃油车，同样的路况啊，我觉得油耗应该不会低于10个油吧，同样的规格。那也就是说，这台车它的节油率差不多是在40%左右。那如果你再去充一充电的话，这样的一台车日常使用，它的节油率是很容易超过50%的，也就是说比一台燃油的这样的中型 SUV 能够省1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能耗费，1半以上。如果你在城区跑得多家里面有充电桩，那就是没有上限。那除了这台车它的这个油耗表现，我觉得非常惊艳。整个的驾驶体验啊，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完成度非常非常高。你知道这台车它是星途第一款搭载奇瑞的第5代发动机和这个3档 DHT 的这样的 CDM 系统。那我开起来呢，不管是这个动力的这个衔接，还是这个噪音的控制逻辑，都是让我感觉哇，这个整个的这个体验是一种豪华车的感觉。为什么呢？你像堵车的时候啊，很多人应该能够感觉到啊，就是这个车它的发动机是停止工作的啊，你可以直接用电机。这样的话呢，我们加上整个车的隔音不错啊，我们在高速上基本上是很轻松的就度过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3档 DHT 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高速的时候我的发动机的噪音可以控制得很好，它的转速可以被压下来，这个比很多的单档的这个混动车要好。另外呢，这台车
它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我觉得也非常好用啊，基本上我全程都在用，所以也是有效的缓解了我的这个高速长途开还有这个堵车时候的这个烦躁情绪啊，这些都是这台车啊带给我非常多好感的地方，也是我一家人在尝测过程中啊对这台车都非常满意的地方。也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我觉得槽点吧，就是手机没有无线充电啊，这个让我有点意外啊，因为燃油车我们之前买的瑶光是有的啊，这台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啊。那不知道实际量产的时候怎么样啊？另外呢，这台车这个副驾的座椅啊，因为它的这个女王副驾嘛，整个这个坐姿偏高，但是呢，这个也是女王副驾的一个副产品吧，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那除此之外，真的我在开的过程中啊，就感觉是一个开了很久的车了，不是那种新车的感觉啊，开起来上手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好开。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台车啊，它是标配了飞鱼底盘的，也就是包括了一个 CDC 的主动悬挂。那这个主动悬挂呢，它是可以根据路况去实时的去调整它的软硬度啊，比如说高速开的时候，哎，它很稳啊，比这个车身的这个侧倾啊、晃动都很小。那在低速经过一些比如说减速带啊、颠簸路面的时候，哎，它的悬挂呢又很有韧性啊，让你感觉坐起来很舒服。所以这台车啊，就像我说的，完成度非常高。接下来在2月21号啊，它就要正式上市了啊！我不知道它的售价会多少啊，可能比燃油车贵个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准备买一台这个规格的 SUV 啊，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这台车啊！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理由再去选跟它同价位的一些什么合资的燃油车了，真的拥抱新能源，这款车绝对值得一看。有趣有料，欢迎关注汽车天涯。